个是袋鼠哎，啊，这还有育儿袋哎，你看这有多少？如果你想跟袋鼠住在一起，我真的非常推荐你住这家酒店，因为在这里你不需要特殊赶行程，每天早上推开窗，迎接你的就是一群正在你家门口吃草、发呆、散步的野生袋鼠。我们这次住的是 Yering Gorge Cottages 椰林峡谷小屋，它距离墨尔本市区只要1小时的车程，位于 Yarra Valley， 是墨尔本附近非常有名的葡萄酒产区。入住期间可以安排品酒的行程，周围有很多酒庄，其中澳洲鼎鼎大名的 Yarra Yering 酒庄也在这一区。因为这个酒店，我们还特意留了2天的行程在这个地方，就是为了多看看动物。我怕就是比如说1天没等到，然后第2天要 check out 有点可惜，所以就留了2天的机会，看看能不能看到袋鼠和 wombats。 Doors opening。 耶！一进门就是高尔夫球场。这个时候我和 Kevin 还在很轻松的聊天，对于下一秒要发生的惊魂一刻一无所知。打高尔夫球。陆陆续续看到几只袋鼠跳开，但是因为不知道总共是几只，所以往回走的那段路心里真的是超级害怕的，生怕在下一个转角就看到一只倒在地上的袋鼠。万幸万幸，走过去发现地上是空的，悬着的心这才跟着落了地。真没想到，吓死我了！在这里第一次见到袋鼠，居然是以这种方式。刚刚差点撞到袋鼠，碰到了，然后它马上缩回去了，因为现在太阳的高度刚好就是照在眼睛上，我们俩都没看到，好惊险！我刚刚跑下去看他们，就是没事，然后跑得挺快的，我看他们看着我走回去的，然后很好奇站起来看是怎么回事，然后看我靠近了之后就高尔夫球场。对，跑到高尔夫球场那边去了，4只，这边还是开车要慢一点，小心一点，好多野生动物。然后刚刚我走到原地去看，那边没有尸体，吓死我了！我这会要看到尸体，好吓人。这么低进的速怎么撞死？然后走回来的路上还看到一只鹈鹕，在那里看着湖面。我们现在开得很慢很慢。我们今天开的路中间。还有一只，你看，你看。哎，又有。他又站起来看，很好奇。又往前开了一段路。哇，这个是袋鼠哎！啊，这还有育儿袋哎！你看这有多少？你那边拍出去拍一下。开往小木屋的路上，我们一路都有看到袋鼠。有非常非常多的袋鼠，看有多少？小木屋门口也有2只袋鼠。现在我在庭院里坐着，守株待袋鼠。随着太阳慢慢落下，越来越多的袋鼠开始聚集到草坪上。现在就能感受到住在这里最特别的地方，你不用赶时间，不用抢机位，动物也没有被拘禁在围栏里，你就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在阳台上，慢慢观察着它们的生活。有育儿袋里揣着宝宝的袋鼠妈妈。
有千里追妻求偶的公袋鼠。和眼里只有干饭的母袋鼠。烦死了！竟然还有在打架的。等会儿我先挠个痒。偷袭！旁边的一群袋鼠更是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太阳落下地平线之后，袋鼠离小屋越来越近了。I'm back， 好香啊！另一边 ，Kevin 的大餐也快准备好了。本来今晚我们的计划是用阳台上的 gas grill 搞烧烤的，结果试了好多次，怎么着也打不着火。Look at this， 所以最后只能临时改成用烤箱来做。是不是很屌？哇，这羊排，哇，真的好好吃啊！怎么会那么好吃？它这个羊排是腌过的还是你自己烤？我拿的那个料，好厉害！我觉得加了这个料很屌，而且这个肉很嫩哎。因为它厚切嘛，所以我把它放在烤箱里面烤。谢谢肖大厨的浪漫晚餐。Day 2。住在墨尔本乡下的魅力，可能就是早起看日出，再也不觉得痛苦了。每天闹铃一响，就是满怀期待拉开窗帘，快让我看看今天早上有几只袋鼠。今天早上数了14只袋鼠。今天最高温度有40度，整个都是炙烤的天气，袋鼠都躲起来了。这个车像个蒸笼一样 ，Kevin 居然还能坐进去。因为是40多度的高温天，我看到停在窗台上的小鸟都张着嘴在喘气，所以在阳台上放了水。我靠，这什么情况？4只我。没想到竟然大驾光临了6只葵花凤头鹦鹉。你别看它呆呆的，这种鸟可聪明了，甚至能够通过头顶冠羽和面部羽毛的运动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它是一种有表情的鸟。而且因为在地面喝水的时候容易受到攻击，它们进化出了一套极其严密的盯梢系统。你看这些鸟在下面喝水的时候，房梁上永远至少会有一只鸟在上面，它就是在放哨。好看是真好看，但这大嗓门会不会太聒噪？他们在求偶之类的，感觉在交配。是吗？这是我们今天的晚餐，介绍一下。Barbecue ribs， 有一些香肠，一些土豆，还有2个鸡肉 kebab， 还有一些虾。Very nice。西餐部分是 Kevin 大厨的料理，然后这个炒青菜是我做的。我们现在在看《再见爱人》，一边看《再见爱人》一边吃。对，今天太热了，到这个点瓦拉比都还没有出现。他说被蛇咬了怎么办啊？学一下。桌上这份毒蛇咬伤紧急处理教学，看得我和 Kevin 都是倒吸一口凉气。果然这就是澳洲吗？一边是可爱的袋鼠袋熊，一边又在提醒着你，这里也存在着一些不速之客。嗨，我们现在打算出去走一走，在这个度假村里面，看看能不能遇到一些袋鼠。对，我们觉得这个是最好的，这个既能看日出，
也能看袋鼠。袋鼠。对，这个最好。Range view。 Range view 啊，面前就有一只。但是它胸肌展开的时候有点吓人，但我怕打不过它。是吗？哎，下面有小袋鼠哎。我在那个土坡上拍。你这像打游击战一样。Yes. 慢点，慢点，走慢点。哦，停一下，停一下。咋哩？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的一个瞭望台上，下面超级多袋鼠。哎，这个坎咕噜非常警觉哎，你看我们这么远，它都已经开始看我们了。接下来请收看《鱿鱼游戏（括号袋鼠版）》。破罐破摔。还有一只，3只。刚才发生什么了？不知道。高尔夫球场上袋鼠特别警觉，我们离着还有30米呢，它们就已经全部跑光了。但池塘边的袋鼠就松弛多了，10米的距离它们也 OK。我们只是路过。街道。街道。每次警觉了就会站起来。它站起来像那个哈库一样，像猫一样。对，哎呀，好可爱，它跟它抓耳朵了。这条 trail 离那个很近，袋鼠好近啊，就在面前。最后我们决定不走寻常路，沿水边小路回家。走进那条小路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里面望进去黑漆漆的。这里你来过吗？没来过，但是我猜测应该是我们家那个园子的后面。我感觉不太对劲了，这叫 River Walk。联想到房间里那份蛇咬指南，最怕蛇的 Kevin 此时此刻不安感大爆发。太黑了里面，这会不会有蛇啊？这不知道去哪了，我感觉不对，感觉这里不太妙。我们要不回去吧？应该是这个地方。你怎么知道？我感觉上是的。操，珠桑还有这种感觉？哦，下面是河。对啊。哦，难怪瓦拉比会从这里出来。怎么了？吓死我了！有只大鸭子。吓死我了！珠桑每次都吓人。这是房子啊。就在我们聚精会神找路的时候，居然狭路相逢了一位道友。我说瓦拉比迎面跳过来了。嗨，瓦拉比。他溜了。溜溜。那我们这样走过，我们草坪前面的瓦拉比全没了。那不会吧？那肯定啊。我们绕开走。哎，它为什么这么近？它为什么不动？这只颜色有点棕色哎。不是啊，大哥，这荒郊野外的你别不怕我们啊！你不怕，我们可怕了。是吗？在这里转圈圈。Don't be afraid. It's okay. We just pass by. 他不会一拳打上来吧？那应该不会吧？你觉得没那么凶猛？是啊，2只。太漏床了，我先回去了。转进来之后，发现小屋就在我们面前，全溜了。
这附近方圆百里全被我们吓跑了。哦，在这里，我们目击了一只胸肌特别巨大的公袋鼠，追随着他娇小的女朋友。他们两个这样比较起来就很明显了。这站在一起简直就不像同一个物种。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搞清楚 kangaroo 和哇拉比的区别，就知道哇拉比小一点，还以为旁边这只母袋鼠就是哇拉比。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哇拉比其实长这样，比母袋鼠还要小不少。我们刚刚路过这儿的时候，草坪明明还是空的，一转眼的功夫，突然就跳过来一群小袋鼠，突然出现了。果然一到落日，我们的小木屋就准时被袋鼠包围了。哦，对了，好像还没带大家看过小木屋的内部。真的非常棒，一进门就是一个超级齐全厨房，洗碗机、烤箱什么都有，连锅碗瓢盆和烧烤的工具都给你备齐了。客厅也很温馨，因为是夏天的缘故，所以壁炉没有柴火，但在茶几上放了 Yarra Valley 的特色欢迎礼，一瓶红酒。卧室很温馨，浴室很大也很干净，还有一个按摩浴缸哎。房间这里也有一个落地窗哎。这家酒店是包早餐的，但是不是去餐厅吃，而是他们直接会把早餐的材料放在房间里，有吐司、果酱、茶、咖啡粉，真空的，然后这个可以完全把空气排掉。这样就可以保持咖啡粉的新鲜。对，冰箱里还准备了黄油、果汁、鲜奶和酸奶，这样早上起来就可以在阳台或者房间里享用早餐。冰箱里还有一堆另外收费的酒，简直就是一个 mini bar。这个屋子三面都是大落地窗，待在里面感觉整个人都被大自然包围了。这个房子真不错，喜欢。我感觉我们不用安排太多行程哎，就在这吧。对，就在这里chill一下。去买点肉吃。对了，我们还想说一下对这个酒店的整体感受，居住体验我觉得还不错，因为也很少有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你住在袋鼠旁边，每天这样悠悠闲闲看袋鼠，不赶时间嘛。你像那天我们在那个Phillip Island 就一两只哇拉比子引起大家巨大的关注，因为可能除了在动物园，野生的很难看见。是的，然后当时不是天已经日落了嘛，然后又不能拍照，他们就特别难过，就看到那个哇拉比，对，很想拍，然后又想有那个规定。那里至少估计有个70-80只袋鼠，应该是有的。像和野生动物住在一起的这种机会，我看比较多的就是他们去露营。露营的话又是 another story， 就是可能住的不太舒服。但是我们会把你的那个帐篷钻进来。对，我们看到小红书上说Womba会侵入，然后把那个帐篷咬破，这种我们又觉得有点太原生态了，有点受不了，对吧？我们每天日落日出的时候看几个小时，觉得刚刚好。然后也可以就是走到高尔夫球场那边去跟动物做一些就是近距离的接触这样子。当然近距离肯定是远于2米的，相当于一个高配版的露营吧。有干净的厕所，洗澡洗得也很舒服，也能做饭。它有一个 barbecue plate， 我不知道是生肉还是熟肉，他说可以去订。就是你提前跟他说，然后你住进来之前，对对，他就给你放在房间里面。然后那个早餐它可能也有一些肉啊、什么蛋啊之类的。大山面前住的这样一个经历，这个经历是非常新奇，也我觉得很值得体验的。但是我觉得这个酒店也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它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服务的。因为它感觉是这个Golf Club 配套的一个住宿，它并不是那种专门为了游客准备的。比如说回复都比较冷淡。对，回复比较冷淡。我们之前那个 BBQ 机出问题，想要问一下的话，首先它5点钟之后都问不到，所以就是你有一些紧急情况，可能晚上就没有办法回复了，你得自己去解决。我们反馈那个 BBQ 机的问题，第2天回复的时候也没有道个歉啊或者什么，他就只说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今天是禁火日，反正就是不能用了。建议他们再 check 一下，不要说下一个住客再住进去的时候也用不了，他们完全没有回复。我觉得客服这块可能有一点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住2天，它也没有 housekeeping， 我不知道住的长了之后会不会有 housekeeping。我感觉它这个东西就不是那种让你常住的一个选项吗 ？OK。最后揭晓一下这家店的价格。我们去住的时候是1月，算是澳洲的旅游旺季，当时是320澳币每晚。淡季的时候我看了一下，大概是270澳币就能住到。总之，如果你来墨尔本，又想要不赶行程，又想慢慢看动物，还想住在自然里的话，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这家酒店。那么这家能和袋鼠做邻居的酒店，你们觉得怎么样呢？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看法吧。记得点赞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